第1章，兔子洞。在河边的爱丽丝感到有些无聊，她和子子坐在一起，周围除了河水和微风，似乎没有什么事可做。爱丽丝偷偷观察子子读的书，却发现那本书没有图片，也没有对话。她心想，一本没有图片或对话的书有什么用呢？于是，在这阳光炙烤的天气下，爱丽丝开始在脑海中思考起摘雏菊并编织花环的乐趣。不过她又想着这样做是否值得。突然，一只粉眼睛的白兔跑了过来，这一切似乎并不引人注目。爱丽丝也没有太在意兔子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哎呀，哎呀，我要迟到了”的情景。然而，当兔子真的从马裤袋中拿出一个手表，看了一下时间，然后匆匆离去时，爱丽丝突然站了起来。她心中冒出一个奇异的想法，因为她从未见过兔子拥有马裤袋，更别说还有手表。充满好奇心的她跟随着兔子，追上了兔子，跳进篱笆下的一个大兔子洞。爱丽丝毫不犹豫地跟住兔子一同进入洞穴，却没有考虑过她将如何再次回到地面。在这一刻，她的奇幻冒险正式展开。兔子洞像一条隧道，一直向前延伸。突然间，它开始急速向下倾斜，倾斜得如此快，使得爱丽丝来不及思考如何阻止，就发现自己在一个非常深的井中落下。是这口井太深，还是它下降的太慢？当它下降时，它有足够的时间四处观察，期待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他尝试往下看，但黑暗中什么都看不见。他转而观察井的两侧，发现它们装满了橱柜和书架，地图和图画随处可见。他拿起一个标有成馅饼的罐子，却发现是空的。为了不让罐子掉下去，他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回橱柜。哎呀，爱丽丝自言自语，像这样摔下来之后，我对摔下楼梯的恐惧感都消失了。在家里，他们一定会觉得我有多勇敢。哦，即使我从屋顶上摔下来，我也不会有什么可说的。一直下降，下降，下降，这降落永远不会结束吗？我想我这次已经掉了多少英里了？他大声说，我一定快到地球中心了。让我想想，应该是4000英里下去。我想是的，这大约是正确的距离，但是我不知道我到达了什么纬度或经度。不久，他再次开始思考，我想知道我是不是会从地球的另一边跌下来。当我出现在那些头朝下行走的人群中时，这将是多有趣！对抗病态，我想，但我将不得不问他们这个国家的名字是什么。请问女士，这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？下降，下降，下降。没别的事情可做，所以爱丽丝很快又开始说话了。今晚，戴娜一定会很想念我。我想，戴娜是猫。我希望他们能在茶点时记得给她一点牛奶。亲爱的戴娜，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在这里。空中没有老鼠，我怕，但你可能会抓到一只蝙蝠。那很像老鼠，你知道。但是猫吃蝙蝠吗？爱丽丝开始变得有点昏昏欲睡，她感到自己正在打瞌睡，并且刚刚开始梦想她正在拉着戴娜的手，并且非常认真地对她说，现在，戴娜，告诉我实话，你有没有吃过蝙蝠？突然，砰，砰，她摔到了一堆枝条和枯叶上，摔倒了。爱丽丝一点都没受伤，她一瞬间就跳了起来。她抬头看，但上方一片黑暗。她面前是另一条长长的通道，白兔仍在眼前匆匆忙忙地走下去。爱丽丝像风一样飞快地跑去，刚好赶上她说，哦，我的耳朵和胡子，时间过得真快。她在转弯的时候就跟在她后面，但再也看不到兔子了。她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长长的、低矮的大厅，天花板上挂住一排灯。大厅四周都有门，但它们都被锁住了。当爱丽丝走过一边，然后沿住另一边走上去，尝试每一扇门之后，她悲伤地想知道她该怎么出去。突然，她发现一张3条腿的小桌子，全由坚固的玻璃制成，上面除了一把小金钥匙外什么都没有。爱丽丝的第一反应是它可能属于大厅的一扇门，但是不幸的是，不论锁孔有多大，或者钥匙有多小，她都无法打开其中任何一扇门。然而，她发现了一张她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低帘子，帘子后面是一扇约15英寸高的小门。她用小金钥匙试了试锁，
让她高兴的是，钥匙合适。爱丽丝打开门，发现它通往一条小通道，大小不过是个老鼠洞。她跪下来，往通道里看，看到了你所见过的最美丽的花园。她多么渴望离开那个黑暗的大厅，漫游在那些鲜花和凉爽喷泉的床上，但她甚至无法将头伸进门口。即使我的头可以伸进去，可怜的爱丽丝想，如果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始，这也将是毫无用处的。因为你看，最近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。爱丽丝已经开始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了。在小门口等待是没有用的，所以她回到桌前，心中有点希望她能会在上面找到另一把钥匙，或者至少是一本把人关起来的规则书。这次她在桌上找到了一瓶小瓶子，瓶颈上有一张纸标签，上面用大字体印有和我4个字。和我很好，但是聪明的小爱丽丝可不会轻举妄动。不，我先看看，她说，看看上面是不是写着毒药。因为她读过好几本关于那些因为不记得简单规则而被烧伤、被野兽吃掉和其他不愉快事情的好玩小故事。例如，握住红糖的扑克牌太久会被烫伤，如果你用刀割得太深，通常会流血。而她永远不会忘记，如果你从标有毒药的瓶子中喝了太多，它几乎一定会让你不舒服。然而，这个瓶子上没有标明毒药，所以爱丽丝冒着险喝下去，发现味道非常好。实际上，它具有樱桃馅饼、奶黄、凤梨、烤火鸡、太妃糖和热牛油多种混合口味，她很快就喝完了。多么奇怪的感觉！爱丽丝说，我一定是像望远镜一样合拢了。确实如此，她现在只有10英寸高，想到自己现在正好合适走进那个可爱的花园的小门，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然而，她等了几分钟，看看自己是否会继续缩小，她对此有点紧张，因为她可能不停止。爱丽丝自言自语道，我可能完全消失了，就像蜡烛一样。我想知道那时候我会是什么样子。她试图想象蜡烛熄灭后蜡烛的火焰是什么样子，因为她不记得自己曾经见过这样的事情。过了一会儿，发现没有更多的事情发生，她决定马上进入花园。但是对可怜的爱丽丝来说，当她到达门口时，她发现自己忘记了小金钥匙。当她回到桌上找时，她发现自己根本够不到它，她可以清楚地透过玻璃看到它。她尽力爬上桌腿之一，但太滑了。当她试图攀爬时，可怜的爱丽丝累得瘫坐下来哭了。来，这样哭是没有用的，爱丽丝对自己说，相当尖刻地说，我建议你马上停下来。她通常给自己非常好的建议，有时候她严厉地责备自己，以至于眼泪都流进了眼睛。记得有一次，她试图在一场曲棍球比赛中欺骗自己。这个好奇的孩子非常喜欢假装成2个人，但现在已经没用了。可怜的爱丽丝想，假装成2个人，哎呀，现在我已经很少有多少东西可以使我保持正向了。不久，她的眼光落在桌子底下的一个小玻璃盒上，她打开了盒子，在里面找到一块非常小的蛋糕，上面用小红笔标注吃我的字样。爱丽丝说，好吧，我吃了它，如果它让我变大，我就能够拿到钥匙，如果它让我变小，我就能够爬进门底下，所以无论哪种方式，我都能进入花园，我不在乎发生什么。她咬了一小口，焦急地对自己说，哪一种方式呢？哪一种方式呢？她把手放在头顶上，感受生长的方向。她很惊讶地发现它的大小保持不变。当然，吃蛋糕正常就是如此，但爱丽丝已经习惯了期待不寻常的事情发生，使得生活在普通的方式中变得相当无聊和愚蠢。于是，她开始行动，很快的就把蛋糕吃完了。